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四川的阆中古城，这个算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，历史非常悠久。有一个历史，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？在清朝初年，四川的省会不是成都，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阆中。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它作为当时清朝早期四川的省会，所以就遗留下来了很多古建筑。今天就来阆中古城看一个贡院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现在每年有高考，那么在古代其实也是考试的，只不过它的名字不一样，叫做科举考试。今天就是来看一下古代的高考是什么样子，它的环境还有哪些秘密在里面。这里就是古代高考的地方，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贡院。它是统一集中在一个地方考试的。我们已经进来了，这里就是贡院的里面。贡院其实就是古代高考的地方。古代的高考是属于3年一次，并不是我们现在的1年一次。它是全省的人统一集中在这个地方考试。那么为什么是阆中？因为阆中在清朝初年当了四川省会大概有20年，所以后面就一直保留着在这个贡院里面考试。科举制度从隋朝隋文帝创立的时候到清朝灭亡大概是1300年，那么其实在隋唐的时候还是属于发展阶段，到了宋的时候就已经基本比较完善了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当时中央那些官员从宋朝开始，大部分呢基本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。我们比较熟知的明朝的人物，你像杨廷和、严嵩、徐阶、张居正，这些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当官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如果不通过这个途径上去呢，基本是很难。还有这种科举考试对于寒门子弟是非常比较好的，因为科举考试比较相对来说公平，寒门子弟上升的话基本是靠科举考试，你没有其他途径嘛。所以有这样一句话，考试特别在古代，科举是改变一家人生活最有力的捷径。那科举考试其实是有很多种内容的，在明清的时候主要是一个八股文、45经。那么在这里考试啊，这里属于高考，考试录取之后就相当于是叫做举人，那么举人之后就可以当官了，相当于是候补官员。你像我们说的秀才，他一般是不能当官的，他主要是做一些文书工作，书吏就不算是官员，他主要是做一些司爷工作，还有一些刀笔小吏，整理文案啊，整理这些东西的。举人就是通过高考之后，你中了举人就可以候补官员。那么举人之后，上面还有一个叫做会试，就相当于去北京考，也是3年一次。那会试之后还有一个殿试，那就是相当于皇帝钦点随时障眼。经常说的中举，就是在这个地方考试完成被录取了，就叫中举。中进士是在北京。古代的高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乡试，在唐宋时期称为乡贡，一般是在8月举行。明清2代是确定为每3年一次，就是在各个省的省城，包括京城举行。就是本省的贡生、监生经过之前的考试合格者，就可以来这里参加高考。考试合格者、录取者被称为举人，第1名为解元，第2名为亚元。合格录取者可以参加第2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试，就是更高一级。我身后这一排房子就是当年科举考试古代高考的地方，就是那些学子就在里面考试。我们先去看看内部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。这里面就是考试的场所，大家看到基本上是一个小房间一样的，三面围起来，然后正面是开阔的，然后看到没有，有2块木板，一上一下，而这个人坐在这里呢是平行的，就是相当于一个床一样的。
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就来解释一下。他在明清考试的时候，这种高考不像我们现在说3天，那个时候是考3场，9天6夜，就是一场考试3天。那么他们9天6夜都是吃住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，那么宽度大概是1米，然后净深大概是1.5米。现在这个人是坐着，他可能就是正在考试的样子。那么他们晚上要休息怎么办？就相当于把上面这个木板可以拿下来放到下面这里，就跟做的那个弄成一个平面，就可以在里面睡觉，就相当于跟这个人一样的。那么其实他这种考试很辛苦的，首先他睡觉是睡不直的，基本上只能半躺在这里，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。还有一点，9天6夜他们吃住全在这个里面。那他考试吃饭怎么解决？难道是考场给他解决吗？不可能，有几种途径。第一种就是说你自己给钱给这些考试的地方，然后他们给你饭吃，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外卖自助餐一样的，当然吃的就很一般了，就我们上面说的外面5块6块的那个快餐一样的，没什么味道，那很多人吃不习惯。还有一点是因为什么呢？来考试全省的各个地方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所以考场是不提供吃的，大部分人是可以自己带干粮，就你自己自备吃的。那像带馒头带其他的东西在这里吃。还有一种呢，你可以自己在这里做饭，当然这是一般是不太现实的，但是考场不管了，反正你自己解决吃的。在这里考试是9天6夜，那么就会有一个事情，大家能不能出去？不行，你必须考完才能出去。就是9天6夜，你必须生活在这个小的空间里面，吃住也在这里。那么有几种情况是可以出去的呢？2种，一种就是说你家里的长辈去世了，接到通知，你可以回去奔丧，办理丧事。就像明清的时候，大家应该听过，如果一个官员他父母去世了，长辈去世了，还要回家守孝3年，就是丁忧3年，你才能回到朝廷办事。你如果不去守孝，那么会被整个读书阶层唾弃，所以这个是相当于一条红线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在这里你考试突发疾病去世了，因为在这里可能有中暑或者其他的，因为考试也比较闷热嘛，大概是8月份的时候。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去世呢？因为古代的那种科举考试不限年龄的，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乡试，你可能15岁的小孩在这里考试，能够碰到50、60岁的人也在这里考试，就跟我们以前读过一个课本，范进中举，他年龄比较大，考试很多年一直没中，最后中了却疯掉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年纪大嘛，所以有可能在这里出了问题，中暑啊或者其他的去世了。那么考试9天6夜，人是有3级嘛，他如果不要方便怎么办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桶，对不对？那小的就在这里面解决，如果是大的呢，它就会那个在这个上面有一个牌子，写的是出宫或者是入境，就是你要上大号的，就牌子显示出宫，然后有专门的人带你去洗手间。有一点大家记住啊，这个全程是不能说一句话的，你包括在这里考试也是不能说话的。还有呢，在这边监考的人特别多，监考的人都是大字不识一个，相当于文盲。那么大家应该听过一句话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就是从这些地方传出去的。因为是一个兵丁来把守，他不认识字，你作弊各方面你问他也没用，就防止那个监考的人跟考生认识勾结嘛。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防止作弊的方式。在后面经过9天6夜考试完，那么试卷就会收起来，收起来是不是马上就会给那些考官去阅卷呢？就是相当于阅卷老师，其实不是的。打个比方说，我们在这里考试有1万名学生，那么就有人把卷子收起来是1万份，但是其实到考官那里审卷是没有的，
就提前有一个人把这10000份卷子呢，相当于弄一遍过一遍。如果说字不好的，就直接打下去了，因为在古代有这样的说法嘛，你字写的好与坏，能够看得出来你这个为人怎么样，对后面那个从政就是升迁有没有什么影响。所以呢，你如果字写的比较差，直接筛选了。所以说，你如果在这边考试，10000名考生10000份试卷，在第一道关打下来，可能有5000就不错了。所以古代的考试是非常严格的。从古至今，你看看那些文人或者那些官员，基本上字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看历史资料，看那些流传下来的文字，也能够看得到他们字写的是很好的。字很差，直接就过滤掉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清代举人试卷的原稿，这边写了第6名，就是在这里考试，然后他们写的文章、写的试卷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字是不是非常漂亮？大家看得懂吧？这个字非常工整啊。所以说，你如果字不好，直接就刷下去了。这个字写的是还不错。首先要让第一遍的那个筛选官呢，他要看得清楚，他看不清楚，直接就给你打下去了。这是清朝的。看一下这个服装你就知道了，就是属于清朝官员。这个就是当时四川阆中的第1届那个乡试，能够当为主考官，地位是非常高的。特别是在古代，如果谁是主考官，那相当于送了一个天大的荣耀给你。科举考试经历了1300多年，经常是有科场舞弊案的。你想，比较有名的，清朝康熙，还有雍正的，还有咸丰的，大家看电视应该都看过了。不过呢，一般对于科场舞弊案，皇帝呢是严厉打击的。为什么？这个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，所以他们绝对不允许科场舞弊案。那有科场舞弊，就有科场的那个我们说的防作弊。第一点就是说，全部采用的刚才说了，目不识丁的那个兵员来监考，就相当于是文盲，嗅草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就说的是这边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要搜身，你进来的话，就一定要全部搜一下，防止你夹带东西。所以呢，有些人在衣服上写字被查出来了，夹的纸条被查出来了，还有呢，放在鞋底有书，还有呢，就是考试的时候9天6夜，让你不能出去，也不能说话，就是一定要考完才走，这也是防止作弊的一种方式。但是总体来讲的话，科举考试在古代相对来讲的话，特别是从宋朝之后，是一种比较公平的考试。那么很多读书人，特别是寒门子弟啊，基本上是靠科举才能进行上升。特别是考试的时候，对穷人也相对来讲会公平一点。在这样1.5米的考试，无论你是富裕人家还是穷苦书生，吃喝拉撒都是一视同仁，都是在这个地方考试，考完才能出去，没有什么独特的照顾、特殊的照顾。